上期说到，路飞告别了小玉和罗、小菊，来到了玉田城遗址，在这里见到了久违的警卫们桃之助以及伙伴们。索伦因为跑去打老虎，注定要迷路，暂时退出了群聊。在玉田城的遗址里，警卫们向大家道出了一个惊天秘密：他与桃之助、小菊、看侍郎雷藏等人都是从20年前的和之国穿越过来的时间穿越者。好吧，海贼王也开始穿越剧的套路了。警卫们面对众人接踵而来的疑问，慢慢道出了事情的经过，也就是和之国的真相。20年前，这个地方有一个名为玉田城的城堡。其实在这之前，这个地方叫做九里城，是因为九里的百姓们为了表达对光月玉田的爱戴，所以改名为玉田城的。那么光月玉田到底做了什么，让百姓们如此拥护他？按照警卫们的说法，光月玉田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物。他是当时和之国的将军光月寿喜烧的儿子，勇猛好斗，血气方刚，自由自在，特立独行的男人。因为多次引发暴力事件，被赶出了花之都，流放到了三不管的无法地带九里。光月玉田倒是很高兴，因为安稳的花之都对于他来说又小又无聊，没有施展拳脚的地方。九里就不一样了，当时的九里聚集了各项流放的罪犯、浪人，盗贼横行，厮杀不断，每天都有流血事件发生，是连将军都放弃的凶恶地区。玉田来到天天干架的九里很兴奋，他没有别的爱好，就爱好干架。在这里，玉田大展身手，把这里的流氓地痞一顿痛揍，还降服了九里恶党们的老大阿修罗童子。玉田凭着自己打架的本领，将九里所有的流氓地痞都统一到了一起，然后开始正规化管理。他让地痞们懂得去工作，在九里修房开地，建了一个小镇，还开垦了无污染农田桃园。九里成了自由快乐、充满活力的乡镇。玉田也因此被自己的父亲和之国将军光月寿喜烧授予了九里大名的地位。那个时候，光月玉田才20岁。之后，玉田继续发展九里，挖运河、建码头，将乡与乡连接起来。九里的人们对玉田十分爱戴，但玉田生性自由任性，他也不适合做官统治。那时候，玉田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局数啊”。光月玉田是一个明事理、辨黑白的人。当年犬蓝和猫腹蛇还是幼崽的时候，漂流到了和之国。九里海岸的人们对这两个会说话的生物又恐惧又好奇，施以暴力驱逐，把他们称为怪物。然而玉田却不同，他制止了施暴的群众，大声教训他们：害怕异形是因为你们自己的无知，有点羞耻心吧，混蛋们！玉田温柔地接待了犬蓝和猫腹蛇，并且将他们收入到自己的门下。这就是光月玉田，豪放痛快，一个让白胡子折服、让罗杰着迷的和之国武士。好景不长，凯多和大蛇合伙给玉田下了圈套，吞没了和之国，将光月玉田制成了罪人。在花之都，光月玉田作为罪人被处以死刑。说到这里，警卫们和桃之助等人痛哭流泪。虽然光月玉田被处死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对于他们这些穿越者来说，仅仅是几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时玉田的家臣已经是孤立无援，被玉田救了一命的赤下九侠拼命地跑出出刑场，已经顾不得伙伴们的死活。无论谁倒下，他们都不能停止脚步，必须有人到达玉田城。因为企图颠覆光月家族的大蛇将军，下一个目标就是桃之助。当警卫们等人来到玉田城时，这里已经燃起了大火，城堡被火焰包围其中。凯多的人早已在这里布下埋伏。警卫们带着看侍郎和雷藏与凯多的手下打了起来，突进城堡，找到了被火焰包围的桃之助以及桃之助的母亲石夫人、桃之助的妹妹日和。警卫们等人跪下来请求石夫人与他们一起逃走，然而石夫人却平静地回道自己将要留在这里。原来石夫人是拥有时间果实能力的能力者，时间果实可以随意穿越到未来，但是不能穿越回过去。石夫人本身也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人，她靠时间果实不断地穿越未来，来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线上，与光月玉田结为夫妇。我靠着不可思议的时间果实的能力，不断地前往未来旅行，终于到达了旅行的终点。警卫们忍着眼泪问道：您的终点就是玉田大人吗？石夫人点点头，所以我要留在这里。警卫们几个人一起给石夫人磕头。警卫们哭着说，如果真的能去往未来，我等一定实现玉田大人的夙愿，打倒凯多和大蛇，让这个国家开国。石夫人最后使用能力将警卫们等人送往了20年后的未来。这里很奇怪的一个点是，为什么石夫人没有将女儿日和一起送走？
警卫们等人从空中跌入一片废墟中，他们不敢相信这里就是未来。然而当他们看到玉天城遗址上的墓地，九里冒着黑烟的工厂，这才相信这里就是20年后的和之国。由于大叔他们的恶行，整个国家都已经变了样子。警卫们等人为了了解国情，四处游历。他们看到鳞次栉比的工厂，排向空中的滚滚黑烟，无法入口的毒水，被管控的食物，被毁灭的大明和乡镇，枯萎的大地，谎言下面被丑化的光月之明。警卫们等人对眼前的一切深感绝望，在被污染的土地上彷徨。这副样子的和之国还哪有什么未来可言？仅凭他们几个人，怎么打败只手遮天的凯多和大蛇？年幼的陶之助跪倒在地，流泪不止，他绝望的痛哭。和之国被大蛇和凯多毁了，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很难再翻盘了。警卫们无力地安慰陶之助几句，自己也哭得稀里哗啦。历经这么多挫折，面对眼前的景象，就算是大人都很难承受，别说陶之助一个孩子了。这时，警卫们听到后面有一阵阵稀稀疏疏的脚步声，他拔出武士刀，将陶之助护在身后。什么人？是大蛇的手下吗？玉天城遗址后面的森林里走来一大群人，为首的一个人哭着喊道：“是陶之助大人吗？”接着，这伙人哭成一片，齐刷刷地俯身跪在地上。陶之助等人愣住了，为首的人确认来者是陶之助后，激动得浑身颤抖。他哭着说：“看来石大人20年前说的话是对的，适当暗夜月如侵，手残抱缺待天命。清辉念望望穿石，酒影投来日东升。”石大人最后说的这段话，预示着20年后光月家族会回来复仇。在当时来看，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20年前，在玉天城发生的那场大火之后，一些拥戴光月家的武士们都翻遍了废墟，却没有找到赤鞘九侠的尸体。由此，他们才开始相信石大人的预言应该是真的。为了迎来20年后的光月陶之助，带着他们一起讨伐大蛇，那些光月家的忠实拥戴者，拥有斗志的武士，全部在脚腕上纹下月亮的标记，等待着时机。这些武士苦苦等待了20年，终于盼回了陶之助等人。警卫们等人感觉又惊喜又不可思议，没想到过了整整20年，和之国依然有他们的同伴。陶之助忙问道：“现在我方有多少人？”为首的武士想了想，具体人数无法确定，但是和之国各地肯定都有等待这一刻的同志们。听到这一消息，警卫们等人都很高兴，当即决定秘密集结和之国各地的同志，谋划复仇。之后，警卫们将情报收集的任务交给了小菊，自己和陶之助、雷藏、看侍郎出海，去海外寻找同志和帮手。在锁国的和之国，擅自出国也是罪。警卫们等人在海上被凯多的手下发现，遭到追捕。同时，这几个人也不懂海航术，本来他们的目的地是左岛，结果在海上遭遇了海难，船体被海浪击碎，和雷藏分开失联。警卫们和陶之助、看侍郎随海浪漂流到了德雷斯罗萨，又遭到了和凯多有关系的多弗朗明哥的追杀。陶之助莫名其妙的被绑架去了庞克哈萨德。警卫们在追赶陶之助的时候，又和看侍郎分开。就这样，离开和之国的警卫们等人四散到了各地。路飞等人都听傻了，这么颠沛流离、惊险刺激吗？这家伙是个傻子吧？警卫们平复了一下情绪，继续讲述。为了追回陶之助，警卫们赶去了庞克哈萨德，那里有凯多的手下凯撒。警卫们又遭到了罗的袭击，被瞬间大卸8块。穷途末路之时，遇到了路飞等人。警卫们回忆完，叹了口气，回想起这一路上惊险的一幕幕，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幸遇上了在座的各位，不仅平安地回到了和之国，而且还集结了大量的战斗力，找到了可以依托生命的同志。警卫们等人回到和之国后，虽然大蛇将军已经从眼线那里得知了消息，但好在他自己也并不完全相信这种事情，只当警卫们等人是亡灵。警卫们等人也顺水推舟地藏在了玉天城遗址里。也正因为此，和之国并没有对他们下达通缉令，所以他们还是很安全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对凯多暴露行踪。路飞点点头，一脸认真地回应道：“我明白了。”接下来，警卫们简单地分析了敌我势力。敌方是凯多和大蛇率领的大批部队，而自己这一方有草帽路飞一伙、罗德红旗海贼团一伙、毛皮族犬蓝公爵的火枪队、猫夫人掌柜的侠客团，以及正在集结了的和之国武士。理想的战斗力是5000人。警卫们强调，我等并不想引起大规模的战争，只是想秘密地收集凯多等敌人的情报，有计划地取掉大将的首级。不过就目前情况来看，想要干掉凯多，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决战之地就定在了凯多和百兽海贼团的大本营鬼之岛。
鬼之岛是和之国领土内的一个小岛屿，虽然离内陆不远，不需要用大型的帆船，但是想要进攻鬼之岛，还是需要用船渡海。决战之日是几天之后的火之祭日，火祭是都内居民的盛大节日，凯多被封为守护国家的明王。火之祭日那天，大石将军会率领手下前往鬼之岛参拜。警卫门等人的计划就是在宴会那一天闯进鬼之岛，趁着他们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大闹会场，直取凯多首级。山治一听来了精神，靠着小菊一顿蹭，不要管那个好色武士警卫门了，只要自己表现够好，就来青睐自己吧。警卫门摆摆手，自己是有妻子的人，跟小菊只是光明正大的同志关系。同志这个词用得十分巧妙。警卫门的妻子是谁？就是简陋村茶馆的老板阿赫。一想到阿赫，警卫门就背诵心起，自己一直都没好好照顾过阿赫。穿越回来之后，他拜托小菊在阿赫身边照顾他。听小菊说，阿赫最近还不错，这对于警卫门来说是相当大的安慰了。甚至向小菊一顿献媚。警卫门轻咳了几声，拿出一张纸说道：“我把决战之日和集合地点画成了图案，用来通知那些分散在国家各地的武士。2只火鸟加上1条蛇，加上反叛意志的逆心月标志，表示的意思是火之祭日傍晚酉时2刻，地点在任务港。酉时2刻是和之国的时间，按照国外的时间来换算，就是傍晚的5点半到6点。这张密信只要发到那些潜伏起来的武士手里，大家就会立刻明白其中的意思的。”警卫门已经派出去很多同伴去发放密信，索罗和乌索普也有帮忙发放。路飞在一边接话道：“索罗应该没派上什么用场。”警卫门给其他人派的任务都是有特殊目的的，派弗兰奇去跟木匠学造房屋，是因为那个木匠曾经给凯多造过房子，他的手里有房屋的设计图。派罗宾去假扮艺妓，是为了让罗宾有机会接近大蛇，掌握敌军动态。除此之外，警卫门又拜托给路飞等人其他绝密任务。布鲁克的能力可以在都城内供应食物，纳米的能力还可以当一个忍者，山治还是负责做料理，来聚集大片的人。加洛特和乔巴随小菊前往犬兰所在地与犬兰会合。在乔巴等人的强烈要求下，警卫门用自己的能力给大家都分配了忍者服饰。纳米的忍者服装格外的暴露，警卫门扯谎说道：“女忍者的衣服只有暴露和老土2种款式。”众人准备完毕，警卫门叫来了另一个帮手，真正的女忍者小忍。本来山治等人都万分期待女忍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高挑、美丽、大长腿、小蛮腰。结果小忍一登场，所有人都泄气了，这分明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妈妈桑。山治因为过度打击，趴在地上浑身颤，眼看着就要过去了。小忍自我介绍说是警卫门的妹妹，是一个妖艳女忍者。山治强忍着杀人的冲动，你是不是对妖艳2个字有什么误解？大家分散之前，警卫门交给众人最后一项任务，找到3个非常厉害的武士。这3个人都是可以以一敌百的超级战士，分别是和松、阿修罗童子、川次郎。他们都是曾经和警卫门等人一起侍奉御田的武士，也就是所谓的赤鞘9侠中的成员。去吧，聚集在此的同志们，讨伐凯多和大蛇的前期准备工作正式开始。2周后的火祭之夜，攻入鬼之岛，取下凯多的项上人头。